大人，他来了。月亮国行商红罗，须入大雍宁安城安乐坊大服饰示意。这个奸商，接着有点皇族背景，有恃无恐，往来各国间搜罗贩卖情报。在那儿。那封我写给南洞国的亲笔密信，若是被郭允买走，以此告发我通敌叛国，便是摘不清的死罪。大人放心，今日举以部下，定能赶在郭允之前拿到此信。嗯。哎，您看看这一块玉啊！哎，来，您再看看这大麦穗啊！不在袖中。哎，小心点！老板，对不起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您瞧我这不长眼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不在帽中。毕掌柜，对不住，我给你擦擦这。也不在怀中。移骑青台下。是。来，有干！出去！干什么呢？抓贼！快龙！抓贼了！走开！抓贼了！哎，回来！找到了，信应是藏在碟屑上那颗珠子里。小姑娘，这是你。拴那儿。这里不能拴吧？我想拴哪儿拴哪儿。你怎样？按照雍朝律例第5篇21条，大夫是眼睛不得拴马，请你牵到马厩。哎，你说个什么？外面发生了什么？管我！是红楼与下面的商贩起了争执。关你什么事？卖你的命！大人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。将红罗引入酒楼即可，莫要乱了方寸。哎，客官息怒！咱们酒楼后边就有马厩，小的这就给您牵过去。客官您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到了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给您斟酒。请坐。客官，请。客官，来点什么？最贵的。嗨，最贵的，得嘞，乳羊锅1份。客官，吃乳羊锅怎能不配羊羔酒？尝尝嘛。但这酒可不是这么喝的。嗯。大人，他戒心太重，不好下手。刚才顶撞红罗的人，可是那卖面的？是。
最远城的牡丹猪2碗面加个荷包蛋，做好了送过来。好的。您的面，我没有点，滚！您让人点的面。哟，又是你吗？啊！素面2碗，加蛋3碗，一共5碗。找死！揍他！柱子没了！柱子，快找找！快找！啊！封锁酒楼，一个都不能出去！哎，站住！注意！哎呀！客官息怒啊！客官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老大，搜过了没有？哎，我的珠子去哪儿了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抓错人，你跑什么？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当然得跑啊！我赶着给人家送羊羔酒呢，这耽误生意。今天找不着珠子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别着急，咱想想办法啊。小伙儿，你不是会破案吗？不瞒您说，前些日子啊，就是他帮着我家婆娘，把我藏的私房钱给找出来了。哎，小伙儿，帮帮这客官。他摔了我的面，我不想帮他。就是那碗面，摔了面之前还有，摔完就没了。摔面的时候丢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丢的。对。当时我光顾着我的面，没留意有人偷盗。可为何偏偏是这时？我进来之前，你起过身吗？我没有啊。我被利用了。我可以帮你。面的确不是你点的，是有人利用咱俩的过节，故意让我激怒你。有人是谁啊？碟蟹给我看一下。那桌客人在哪儿？哦，玉兰桌的客人刚结完账，不知走了没有？是我。但我只是来吃饭的。搜他！不用搜了，珠子确实不在他身上，但他帮了忙。偷珠子的人是舞娘。什么？珠子镶嵌在碟蟹上，你要是能坠入太后，坐下会贴到珠子，只有近站起来才方便行动。之后舞娘用一根细丝将珠子刮了下来，所以碟蟹上留下了一道极细的刮痕。是你？不用搜了，珠子已经被转移了。不过你可以检查一下她的手。哎，真是他偷的！协助舞娘转移最好的位置，就是你这里。你坐在她身后，最方便下手。失窃的时候，你封锁了酒楼，她却第一时间往外跑，声东击西，让她有时间再次转移珠子。大人，
走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丢的珠子吗？你怎么知道这珠子在这儿呢吗？他袖口上的鱼腥味儿，说明他把珠子转移到了一盘鱼中。河鱼杂烧藏不住，清蒸鲈鱼快吃完了，水煮鱼油汤太热，会烫坏珠子。只有鲢鱼的眼睛最为合适。这鱼谁点的？是2楼春光阁。追！哎！马车周长3尺，鱼长4尺，近身3尺，前面路口只能右拐，抄近路追得上。对不住，小张平，这孩子这么高兴跑跑的，就是啊，这是又给谁家找小毛小狗。前面路上过不去了。还来得及。最晚从9楼来的吧？我相公都死了，我还去什么9楼？对不住。喂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人呢？追上没有？没追到。来说。小兄弟啊，今天谢谢你们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说。赔我碗钱，2文。只有碗钱，没别的了吗？面不是你点的，不用赔。什么？热乎的。热乎的烧饼，最后几个了啊！谢谢啊。哎呀，我的张兄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天都黑了。昨儿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儿我结工钱，咱俩都早点回家打牙祭吗？我记得。
张兄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今天怎么就卖这么点钱？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好好卖面，不要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看人家姐夫，天天卖那么多钱。哎呀，堂堂荆轲世子竟然当街卖面，真是有辱斯文呐！张兄不过因为家中贫困，权且为之。哎，怎么就有辱斯文了？再说了，人西川郡会试考了第3，哎，你们考了第几啊？别理他们。你等有功名在身，这就是自甘下贱。对，士农工商，商为最贱。你们说谁下贱呢？哟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怎么着？士农工商，皆为社稷根本。何来贵贱？你是何人啊？某姓蓝，名爵，字佩之。啊，这蓝大人，蓝大人，舜发于全木之中，傅说举于板柱之间。这朝中的大员们，在未入仕之前，亦有当街卖词、破庙存身之事，可不能小看了这市井营生啊！大人说的是，这才是真正地道的简洁。今日多有冒犯，先行告退。您是礼部侍郎蓝大人，晚生陈畴见过蓝大人。占平，占平，见过蓝大人。蓝大人，你叫张平。这科考在即，你不在家温书备考，却在街头卖面，可是遇到了困难？因为穷。这进京赶考的士子啊，多数由家中出资，你愿自力更生，倒也是难得。我是孤儿。蓝大人，张兄他就是个直脾气，您别介意啊。无妨。即使如此，为何不去官员附身的家中谋一个轻便的差事？你若有意，本官倒是可以帮你推去。你和大理寺熟吗？嘿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没个眉眼高低的，竟还挑三拣四的？本官与大理寺不熟，但是本官的家中正好缺个账房，你可有意？那我还是卖面吧。也罢，本官不强人所难。若是你日后改了主意，可来礼部的官谢询我。本官礼部侍郎，蓝爵。大人，您怎么看？此人会不会是受人指使才有意为之？与我最初的判断无异，只是个愣头青。谨慎起见，再找人查查。是。幸亏大人今日使了金蝉脱壳之计，否则今日素素如松下珠，皎皎似林间月。没想到蓝大人竟然如此平易近人。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哦。哦，今天要不是蓝大人，你被那俩世子又欺负惨了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在这摆摊，你也不听。这儿客源多，能赚钱。客源多，卖了一天面了，这凳子都没坐过，还客源多呢。不对，
陈愁，你帮我收拾一下。哎，师叔，你去哪儿啊？春光阁里，蒲团并未放下过，说明根本没有人做过。你一直在这飞羽阁里，在这儿看到我跟红楼起了冲突，于是想要利用我。事情败露后，你将我引向隔壁事先布置好的春光阁，又用安排好的马车将我们调走。你究竟是谁？春沙人。春沙人是贡品，主之未及。一间酒楼，怎么可能供得起？你说咱今儿运气怎么这么好呀？卖个面竟结识了礼部侍郎蓝大人，这礼部呀可是操持着科举呢。你注意了吗？大服是地面有泥垢，但是蓝大人今天来的时候，鞋面衣摆却光洁无尘。人蓝大人是什么人？当然是坐马车来的呀。但他离开时是步行的。那他回去时，马车去哪儿了？你操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干嘛？我可听说了啊，这宫尚书马上就要致仕了。使劲点，以后科举的事儿全归蓝大人打理。陈超，我怎么感觉他来面谈有点怪？蓝大人好兴致啊，今天怎么走着呀？散步而已。哈，先告辞了。这次打扫京蛇，只怕下次不太好再动手了。红罗生性好色，美人计尚可以用，安排半月楼的些好姑娘下手。大人，郭允那边会不会有麻烦？他被我支去外地营小瑞了，预计3、4天才能回来。这郭允未免也太狠毒了，为了争一个礼部尚书之位，竟要置您于死地。若不是他要从红楼手中买那珠子里的密信，也不至于生出这么多的是非。罢了，官场如此，换作是我拿到这样的把柄，也绝不会手软。哇！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只是送礼的，快把蓝府的门槛都给踏破了。可蓝大人为了避嫌，一个都没收。避嫌？既然要避嫌的话，为什么还要招我去他府中当账房？那还不好啊！眼下继承侄子挤不老头想成为蓝大人的门生，可这老天爷把馅饼砸你的头上了，你得好好把握呀。可我就想去大理寺。张兄，我知道你来京城考试就是为了进大理寺，寻找你崇拜的神探木叶生。但做人得现实点吧，这木叶生是谁？他到底在不在大理寺？他写那奇诡夜谈是不是瞎编的还不一定呢。他书里写的大理寺那么的真实，他一定就在那儿，至少他在那儿待过。我跟你讲啊，好好把蓝大人这关系给搭上，你登科就不是梦了。陈超，你不是京城包打听吗？你能帮我打听一下，蓝大人是否有危劫？啊？
大人胃疾又犯了，吩咐厨房给您做些暖胃的吧。罢了。谢好姑娘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3日后会将红楼引至半月楼下手，您的生辰宴也定在那儿。那张平查得如何？已经查过了，的确没有什么背景，就是一个爱探案的小世子。大人，刚才后面有个人翻到咱们院外的污秽筐，形迹十分可疑。他在翻什么？他在翻您泡过的春砂仁，不过还未等他来得及拿起，小的便呵斥了他。酒楼的药渣已经清理过了呀。味道，春砂仁气味分裂。他现在何处？再高点。张兄，你会不会弄错了呀？这蓝大人怎么会偷个珠子呢？所以才要求证啊！你说，万一要弄错了，我们不就得罪他了吗？不查清楚，偷珠的幕后主使，我心里不舒服。那我们科举还怎么办呀？再下一步怎么办呀？查查。站住！是你？大人，坐吧。你们可知，私闯官员宅邸是何罪？根据我朝律法，私闯民宅者，杀之无罪。大人，晚生们真的没有恶意啊，只是今日见了您之后，钦佩您的为人，仰慕您的风采，故而才来打探你的日常用途和喜好。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方便送礼。3更半夜的来，时机倒是玄妙啊。那不是白天人多眼杂吗？你也是来打探本官的喜好的。大人平日喝茶放春砂仁，是有危疾吗？平日喝茶吗？我们平时喝胡人的大叶茶，没那么讲究。难为你还知道春砂仁，不过这是燕山江，二者形似，但有细微的差别。春砂仁分裂，可以治疗胃气；燕山江偏涩，只是助胃的香料。本官并无胃气，想要借此讨好我，这一步你走错了。张平，卖弄才学，钻营取巧，不是读书人所为。查探本官的喜好，不如专心温书备考。念你2人是初犯，这一次便算了。谢兰大人，
大人，不能就这么松柯。大人，真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他没有证据了。上灯。好没好，陈冲？还琢磨蓝大人那事儿啊？3天了，死心吧。你说咱跟蓝大人结下这梁子，得赔个礼才能翻篇啊。蓝大人今晚在半月楼设下了生辰宴，礼我都准备好了，咱赶紧过去，把这关系给缓和上。三兄，那你倒是给个态度啊！哎，小平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每天说10句，你应过1句吗？你每天脑子里想的事情，你跟我说过1件吗？跟你做朋友，我只有天天踩泥坑的份儿。这只，哎呀！陈朝，你刚才说蓝大人今晚在哪设宴？挺好的。这就是8月楼啊！真是太气派了！哎，前面这老爷说的，当然真热闹，是吧？是。的确是我追的那辆马车。果然是你。陈冲，快跟上，可别乱跑。站住！邮票。哎，张兄，那便是京城第1名伶谢好姑娘。她跳的这傀儡舞啊，最近可是风靡京城。哎，上面那个阁楼，应该是传说中的天字1号雅间牡丹阁。听说呀，能在这里面的，全是京城最有权势的人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快找蓝大人吧。各位大人都来了。蓝大人，什么时候开席呀？尚有贵口未到。哦，我说蓝侍郎不必再等了。我入朝10年，就没见过宫尚书赴过谁的宴。蓝大人心思之卓绝，礼部那是无人能敌。若不是那出身之事，恐怕早就……宫尚书来与不来，蓝某礼不可失。如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请各位见谅。宫尚书到。学生等候老师多时了，老师肯来赏光，实在荣幸之至。为官之道，清正在德，廉洁在治。老师教训的是。
张兄，这半月楼里房间这么多，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呀？分头找吧。张兄，咱今天是来贺寿赔罪的，一会儿你见到蓝大人，你可得好好说呀。再把这个礼送上，快找。好吧，分头找吧。蓝侍郎这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怎么都是些青州小菜呀？是啊，我自入京，再未回过家乡广陵，也数十年未吃过胭脂米了。宫尚书以各位同僚肯来赏光，蓝某荣幸之至。但这区区生辰，蓝某实在不敢劳烦各位。今日一聚，实则另有他意。学生还为老师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请老师笑纳。老夫20入朝为官，江水不浇，今日前来以示破例。若还要送礼，老夫便先告辞了。此物并无俗世价值，还请老师看过之后再做定夺。还请老师看在学生的不面，过目一关。这是从淄川县百姓家中收集而来。当年黄河决堤，淄川的灾情最为严重，老师前往赈灾，活人千万。当地的百姓为感念老师的恩德，灾后新生的婴儿都会留下手印，供于香案之下，以感念老师的活命之恩。蓝侍郎有心，这幅画，老夫收下了。请受学生一拜。你的心思老夫都懂，但距离你继任礼部尚书，老夫不能答应。老师放心，学生心中有数。干什么呢？找人。找人？找人？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我盯你半天了。哎，别跑！你小心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人呢？能以您对野市往内的荣幸，宫尚书，学生敬您一杯。大人，谢好按约定，已经把东西放到了后台。嗯。蓝大人，又是你！我找到证据了，那日在酒楼偷珠子的人就是你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本官那日已经把话说清楚了。那日在你家没找到证据，想必是春沙人早就被换掉了，但你还是疏忽了一处。大夫是那天，我追上的马车恐怕是你的障眼法。当时我想拿竹竿阻拦，却不小心弄翻一桶红漆，马蹄刚好踩上去。刚才我去半月楼的马厩看过，那匹马就套在你的马车上。油漆到处都有，你怎么就能认定那马蹄上的漆便是那时沾上的？你如此异想天开，本官真应该推荐你去写戏本。大人不必诡辩，偷没偷珠子，你心里清楚。张平，你如此大费周章咬着本官不放，到底是何企图？
我只想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。您令我发案，我必须查明白。还有，你要还我面钱。素面2文，加蛋3文，一共5文。你难道就为了这个？不必大队。张平，本官念你是个读书人，不愿你因一时行差踏错而葬送了前程。可你若在无端骚扰，恶意栽赃，别怪本官不留情面。若你囊中羞涩，就当本官捐你读圣贤书了。捐的我不要，我只要赔的。既然大人还不承认，我便继续找证据，把来龙去脉全都查清楚。大人，先不要节外生枝，珠子即将到手，亮太分不出浪花来。你不会已经见过蓝大人了吧？啊，然后呢？我摆出事实跟他理论，但他就是不承认。我只能找出更确凿的证据，让他无法狡辩。呆子，你没救了！你说说你每天想的都是什么东西？跟你说的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干什么？别拉倒他！红罗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谢和小娘子，我还要跟你玩。谢好，刚刚蓝大人提到了谢好。站住！你能不能就听我一回？可惜了我的贺寿诗，我写了2天呢。没事儿，拿到集市上还能卖2文呢。光装裱我就花了10文。那你买贵了，装裱花不了10文。嗯。就这一幕最好看，都等1晚上了。先看戏吧，好不容易从牙缝中提出2张戏票，可不能浪费了。蓝大人，他去后台干什么？蓝大人，谢好。大人，谢好按约定已经把东西放到了后台。红罗，谢好。难道是蓝大人让谢好再次从红罗那偷了珠子，放在后台？所以，蓝大人去后台是为了拿珠子。他是看戏。这效果也太逼真了吧！通体叛国，百死难赎。今夜此时，昭儿罪行，是谁先一步拿走珠子，留下这字条？
这也太逼真了吧！那不是谢好姑娘吗？谢好姑娘是谢好姑娘，好像不是西子。出什么事了？傀儡作恶，欺主当诛，口官尽在，亡我大用。大人，珠子已被人先一步拿走，只留了张字条，说今夜要昭告我通敌叛国。那谢好姑娘和戏台上的血书，谢好是代我收过。戏台上发生的一切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。杀的是谢好，针对的却是我。是谁这么大费周章，用意何在？此人拿走珠子，留下威胁我的字条，定知道珠子和里面密信的事。红楼未在，想来与他无关。你派人速记刑部，通知莫文，让他即刻赶来。我这就去办。还有那个张平，他知道太多，不能留下。郭某来得不巧，刚进半月楼，便看到了这出惨案。郭允，他怎么来了？回来了。啊，下官刚办完公差，不敢耽搁，便速速回京了。公山说也出来了，我先去应付。是。诸位，没想到蓝某的生辰宴上竟发生了如此意外，让诸位同僚受惊了。郭某刚一回京，便赶来为蓝侍郎庆生，不想竟遇上一桩命案。蓝侍郎，你无恙吧？多谢记挂。郭侍郎星夜兼程，特来赴宴，蓝某感激不尽。命案当前，无需客套，快去戏台上看看情况。凶犯手段残忍，此地凶险万分，不如诸位先回府里休息。想必三司会查明案情，给诸位一个交代。可凶手
已经说了，狗官就在此。这脏水一泼，咱们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。对，下官赞同郭侍郎，我等必须自证清白。诸位怎么看？诸位大人，我看咱们还是抓紧报官吧。报什么官？老子就是官。原来是刑部王侍郎，您来的可知？铁哥，来晚了一步，礼都送迟了。我们有心了。凶犯的确是冲着我来的，但此事另有隐情。今夜还要莫凡替我遮掩。你我之间不必多言。白鹤带人勘察现场。是。银元审问在场宾客。是。把里里外外的给我搜一个遍。是。刑部办案，事急从权，请各位大人先回府休息吧。慢着，谁都不能走。这上面是什么飞鼠？太！老夫人，老夫人今夜兴起，轻车简从出来看戏。诸位这礼数就从简吧。是。若没这些乌七八糟的，倒是出好戏。诸位刚才议论纷纷，丝毫不比戏台上逊色。血书是否诬告？若不是，那点的又是谁？王侍郎，你查得如何？回老夫人，臣刚刚赶到，还未及时查明。诸位大臣，可有话要说呀？坦白举报皆可，你免得查出来，罪上加罪呀。什么人？在这干什么？走！放开我！我不是凶手。报，在后台发现一人，形迹可疑。我说了，我不是凶手，我是来查案的。查案？你是大理寺的？不是，我是西川郡世子张平，但是我爱好查案。胡闹！查案有我刑部，轮得着你一个世子吗？你们刚刚不是还没来吗？我在后台发现了线索，你们要是不着急的话，我能再回去看看吗？我看你就挺可疑的，带下去好好审一审。是。慢着，王侍郎，你听听他怎么说。啊？你这既是世子，就应该温书备考，跑到半月楼来作甚呐？我是来……我是来找一个人讨说法的，但是那个人死不认账。后来，便遇到这个案子了。查到什么了？我先查验了尸体，尸体的口鼻内干干净净，没有吸入烟尘。
脖颈处可见一勒痕，应该是先被勒死，再遭焚烧的。谢好姑娘被悬挂在台上的时候，头部一直低垂，身体纹丝未动，可见那个时候便已经死了。我还在后台发现2个线索，但是还没来及查完，就被你们的人架出来了。说说。其一，我在谢好的梳妆间里发现了一个圆形的油圈，上面有淡淡的梨花香，和死者最先起火的头部有相同的味道。梨花头油必须用明火才能点着，不可能无火自燃。你怀疑头油瓶被取走与凶案有关？是，凶手很可能靠它完成了无火自燃，但是具体的方式我还没有查出来。第2个疑点，我在谢好的梳妆台上发现了一根这个。这根蜡烛是熄灭的。我发现这根蜡烛的时候，它与其他蜡烛相差2厘，说明是2刻前熄灭的。蜡烛底部有个洞，洞里有些花形的纹路，很像珠子上的雕花。2刻前，正是幕间休息的时候，也就是谢好遇害的时候。这2件事可能有关联。老夫人，此案人命关天，又关乎一众官员的清誉，臣有一事想问问这名世子。准。你刚刚说，蜡烛的底部有一个圆形的洞，可这世上圆形的东西有千万种，怎么说也不能如此笃定，里面就是颗珠子吧？莫非你见过这种纹路的珠子？老夫人，这小世子似有隐情。若有隐情，但说无妨。老夫人，臣有一言。虽不知这世子为何沉默，但若因此导致现场的诸位人心惶惶，无端猜测，实属不必。因此，臣提议让这位世子也参与查案。一则，他的推断有理有据；二来，看他的性子，也不像会与朝中之人有利益瓜葛。让他参与查案，有利于公正评判此案。我愿意。王侍郎，臣在。案发后，半月楼可有漏网之鱼？已将全部人等控制在院内，无一遗漏。好，务必要彻查到底，看看究竟是何人要亡我大雍。是。这小世子，让他单独查，若有论断，直接向我呈报，事关我大雍声誉。查清之前，诸位就在这儿候着吧，老身也不走了。是。大人，王大人，请您去后台一趟。郭允和张培有何动向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王大人已经派人盯着了。今夜非生即死，只有孤注一掷。
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查案子，你跟我一起吧。都闹出这么大事了，你还想查案子？这命案很诡异，我想查清楚。而且谢好的死很可能与蓝大人派谢好偷红楼的珠子有关系。查清命案就能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偷珠子了。这半月楼这么多官兵，也轮不着你来查呀。是太后让我查的。太后，他也在半月楼。嗯。莫文，此事的来龙去脉，我已尽数相告。凶犯有犀角珠在手，一旦珠子里的密信传到太后面前，便会坐视我通敌叛国之罪，百口莫辩。那你还这么淡定？那可是太后啊！都说唐兴天下，名义上是圣上的，实际却是他的。不过呀，这太后既然能钦点你查案，张兄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前途无量。张兄，咱们从哪儿查起？后台，找谢好的头油瓶，拿珠子杀谢好，放血书，这些恐怕只是一个开端，后面必有更狠的招。凶犯是谁？佩芝心里可有猜测？郭允的嫌疑最大。此人阴狠狡诈，睚眦必报。这次便是他欲从红罗手中买密信。虽是我先前设计将他支去了外地，但他若提前派人到半月楼铺排，趁太后看戏，大做文章，也未可知。若要置你于死地，不奇怪。为今至今，只有盯住郭允，抢在张平之前找出真凶，夺回密信，瞒住太后，方有一线生机。张平，我以为佩芝举荐他查案是早有应对之策了。那时我必须先发制人，才能暂且按住太后的疑虑。那你作何打算啊？眼下只有先将他放住，让他无从下手。刑部查案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们不算闲杂人等，我们是被上头钦点查案的。后台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还没查完，我得找到死者的头油瓶。查过了，就是查过。再去别处找到头油瓶。佩芝，我已经派人去找那头油瓶了。京城第一神探在此，还怕斗不过那个小世子？莫文，这戏台上有悬梁结构，只有大戏楼才造得起悬梁，上面设有各类装置，可在戏台上吊挂物品。你是怀疑这上面有猫腻？按张平所说，最后一幕，谢好从悬梁上掉下来时就已经死了。那凶手是在何处杀的人？幕间谢好是不在后台的，我在后台也查了个遍，根本没有什么痕迹。难道这凶犯真的是在上面下的手？还有那2道血书，也是从悬梁上挂下来的。林渊，在，把金班主和傀儡师叫来。是。这楼梯够隐蔽的。你们把谢好姑娘放下来的时候，没发现人已经死了？大人，请随我来。
大人，你看，这演出时我们在这里放绳子，这既看不见楼梯，也看不见房梁上的情况，更不可能看见谢好姑娘。平常都是她在上面准备好了，拽3下绳子，给我们发个信号，我们到她表演的时候便将她放下去了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不过，今天的确有些不对劲儿。这排练时，谢好姑娘在上面挂悬绳，绳子会跟着晃。可是今天，她晃得格外的剧烈。哎，大人小心点。这就是杀人现场。金班主。啊！凶犯提前藏在角落，待谢好上来挂好悬绳，他就从背后出来勒死谢好。谢好拼命挣扎，绳子才会剧烈晃动。谢好死后，凶犯替谢好拽了3下绳子。傀儡师按排练流程将谢好放下。杀人手法是理清了，但这个杀手极其的缜密，没留下任何痕迹。2位大人，小人有一事相求啊。讲，大人见笑了。我们戏班啊的独门绝技，都在这悬梁之上呢，一向不让外人窥见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这梯子的事儿，还有谁知道？这梯子呀，只有我们戏班内部人知晓，这是我们看家的本事啊，绝不外传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凶手就在戏班内部。得立即查找，戏班里有没有郭允的人。走起来！这地方你们要站吗？我说这话了吗？行，你搜你的，我们搜我们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搜过了没有？咱们下去继续搜。是。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哪儿找得过他们呀？找到了，大人，完了，找到了，瓶子被他们找到了。哎，张兄，空的。是，找到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一滴都不剩。看来无法再去查主任屋了。虽然瓶子空了，但还有气味保留，也许能查出里面装过何物。先留着吧。是。有何贵干？2位大人是不是找到头油瓶了？是。怎么了？能否让我看一眼？头油瓶是刑部找到的，凭什么给你看？那是因为2位大人处处掣肘于我。怎么，还指望着我听你的号令？蓝大人，你越是不让我查，就越说明其中有鬼。我知道谢好之死，肯定与你偷猪一事脱不了干系。张平，你可知污蔑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？是不是污蔑？你心里清楚。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既然2位大人不让我查，
我就叫他要评理去。站住！自己查不出东西就去告状，好意思吗？说吧，想怎么查？继续查投油瓶，破解无火自燃的手法。投油瓶是我刑部找到的呈堂证供，怎么能轻易易手呢？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那就让我进后台，我查我的。悉听尊便，没人拦你。蓝大人，不管你有什么算计，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查到底。莫文，我们必须抓紧了，不能让张平先查出来。我去会会戏班的人。那我去他们房中搜搜，看看有没有与郭云安中往来的线索。大人，这边的是舞姬，这边的是乐工，所有戏班的人都在这儿。哦，还有一个知下被吓得发了癫，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不像是装的。属下把他锁在房间里了。找个郎中给他看看，治好了继续问。是。本官现已查明，凶犯就在你们之中。啊！是吧？就在我们当中。谢豪姐姐平时对我们那么好，是会下那么狠的毒手啊？是认了呢，还是等我查出来？你们自己掂量掂量。他会是谁呀？不说啊。不说那就审审吧。幕监时可发现什么异动？这谁知道？幕监时间这么短，大伙儿都得马不停蹄的到隔间换好装才能赶上下一幕。没异动。我们自己换装都来不及呢，哪还有什么心思去注意别的呀？换装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。都在啊，姐妹们一向都是同进同出的。我们是可以互相作证的。自然。大人这是在怀疑我吗？大人，我们呀，都是些娇滴滴的弱女子，怎么可能会去杀人呢？行了，下去。现在把后台也翻遍了，怎么还是没有呢？剩下的头油，倒在哪最不引人注意？头油瓶空了，一定是凶手不想让我们查出助燃物，把头油倒了。还有另一种可能，谢好姑娘的头油本就剩的不多。我看过了，其他武器的瓶子都是满的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帮我收集所有武器的头油瓶。哦。都是满的。凶犯把剩下的头油分别倒在这些头油瓶当中，即便被发现了，因为被稀释过，也很难再分辨出其中的助燃物到底是什么。完了，白激动了，我们不就白找了？我有办法了。大人，我们都搜了好几个武姬的卧房了，都没有发现有郭宇暗中往来的证据。
大人，查案并非我们所擅长，这么翻来覆去的找，也是两眼一抹黑。朝中的达官贵胄，惯送些名贵之物，讨戏班的女子欢心，想必郭允也不例外。大人，您看。 无非是些保胎散和小产后的调理药。在这半月楼中，这些倒也不足为奇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张兄，你这是？这是我师父的法子。 小时候，他用这种方法给我做乳酪吃，将奶倒进瓶子中，这样转起来就能将凝乳还有乳清分离。或许用这种方法，也可以将瓶子中的头油还有助燃物分离。哎，那这个能多少圈啊？差不多几千圈吧。那这得轮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快了。 寒烟姑娘，本官知道今晚的命案是郭侍郎指使你所为。这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想必姑娘在这半月楼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今日本官可以不讲道义，只讲交易。若你把珠子归还于我，或许我可以让王侍郎放你一条生路。什么郭侍郎？ 韩嫣根本不认识，更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。这琵琶极其名贵，非你借乐师买得起。这琴头是用紫檀木嵌的螺钿，还有这背面，整片都是象牙雕刻拼接而成，每一小块象牙的雕工都非比寻常。还有这上面的情诗。 想必也是说出了姑娘的心声吧。今有佳人冠帝京，绛唇素手寂寞耳。金子加上绛唇便是寒，京与耳相结合便是郭。可见姑娘非但与郭侍郎认识，还与他关系匪浅。大人可不要胡乱指摘。我与郭侍郎只是志趣相投，偶尔一同赋诗弹唱罢了。那这保胎散。 和小产后的进补药，又是从何而来？若本官没猜错，这便是你与他珠胎暗结的证人。堂堂4品大员，竟专戳人痛处，真是卑劣！今夜是太后坐镇，若你被揭穿。 你可曾想过，他会为你一力承担，还是会弃左保帅？这是原本的头油，这应该就是添加的助燃物。头油本身不易燃，是不是助燃物？ 一时贬值。不，教授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都没碰到火就着了。
这是松脂油，我们得赶紧做个实验。贾发，你这说你要怎么做实验啊？海燕姑娘，蓝某劝你，蓝大人这是为了栽赃，不择手段了。纵然我与郭浪情投意合，又跟杀人有什么关系？连郭允是什么样的货色都不清楚啊！你就那么为他死心塌地？郭浪是什么人，我不清楚。我在这半月楼中卖笑，纵有一身才情，旁人也只当我是个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玩物。只有郭浪不同，他知我、敬我，用真心待我。就连我怀胎脉象不稳，呕得厉害，他都嘘寒问暖，亲自为我抓药保胎，还叮嘱郎中在药里加入止吐的干姜。若非真心相待，谁会花这样的心思？大人连证据都没有，便在这栽赃陷害。我知你对郭郎积怨已久，但你要的东西，韩嫣没有，大人不必白费力气了。这个韩嫣还真是水泼不进，针扎不穿啊！我俩一路披荆斩棘，被一个青楼女子给抢住了。原本以为将他击破，就能拿回密信，揪出郭允，没想到。郭允为人薄情寡义，又碍于岳父的颜面，不敢开罪正气。他怎会如此贴心，替万氏保胎？张兄，这怎么没动静啊？张兄，这到底行不行啊？那是什么呀？看着像个光点。原来是火珠。什么是火珠？水晶做的珠子能聚光聚热。果然，这颗不是火珠，左边那颗应该是被人动了手脚。你分析来分析去是很有道理，可是书上说火珠正午向日，以艾草成之，即火燃。刚才没烧着，是因为光线不够强烈。可是演戏时，走，去找贾老板。眼下张平已经去找贾老板了。放我们出去！什么呀？大人，不好了！刚才有个乞丐送来一幅血书，上面写着“通敌密信，祸心暗藏，子承父业，恬不知愧”。乞丐人呢？他可说是谁派他来的？是个瞎子，只说听声音是个年轻姑娘，让他今夜亥时把东西送来，别的一问三不知。跑了。眼下金吾卫已经被惊动，让我们加强戒备，所有人严加防守。想必太后马上就知道了。大人，没事啊。
今夜已成死局。子承父业，恬不知愧。说听声音是个年轻姑娘，让她今夜亥时把东西送来。这梯子呀，只有我们戏班内部人知晓。只有郭朗不同，亲自为我抓药保胎，大人不必白费力气。眼下张平已经去找贾老板了。必须得让韩嫣开口。哎，小狮子，你小心点。前朝，啊！果然，他们为了制造电闪雷鸣的效果，往火盆里加了火药，光能瞬间变强，再用火珠聚光，光点照在谢好头上，以此实现无火自燃。蓝某希望姑娘考虑清楚，今夜你怎么说，不仅决定我蓝某的生死，也决定你的命运。这油脂是戏班琵琶师用的护甲油。这琵琶不是用拨子弹的吗？这是新近发明的一种弹法，不用拨子，用手弹，所以这样子比较容易伤手，要擦护甲油。戏班里谁会这种弹法？整个京城啊，就没几个会弹的。我们戏班也只有一个，是号称琵琶仙子的韩嫣姑娘。去找太后，提审韩嫣。你就是韩嫣，是。把她带走。传老夫人口谕。把蓝侍郎给我叫回来。臣遵旨。